家人們，根本找不到工作呀。辛辛苦苦讀了個985研究生，根本找不到工作。我小时候覺得我長大會是一個很厲害的人，我現在長大了，感覺我一點用都沒有。我現在是一名30歲的博士應屆畢業生。當我花了4年半的時間，終於完成我的博士學業之後，我陷入了一個非常魔幻的找工作的過程裡。首先呢，就是我在本碩期間還可以進去的公司，我現在已經完全進不去了。我在碩士期間去過阿里巴巴，也去过网易遊戲，然後現在我去投簡歷，因為我的年齡已經到了30，可能在篩簡歷這一關的時候就已經被直接篩出去了，就完全沒有機會了。博主表示，過高的學歷反而讓他陷入了一種十分尷尬的處境，許多小公司不敢錄用他，擔心留不住人，而對於大公司而言，他又顯得性價比不高。在面試過程中，很多 HR 都反复地問他，你是浙大博士，為什麼會想到來我們公司？每一次他都會非常真誠地向對方解釋自己放棄學術道路的原因。然而，儘管溝通看似順利，面試結束後卻往往再也沒有下文。人過了25歲，就是不好找工作，尤其還是未婚未育的。就我之前面試了2家來看，第一家我去面試，他明確告訴我，他只要已婚已育的，因為他覺得你到這個歲數了，你已婚已育你才穩定，然後就沒過。第二個他是有2輪面試，一個是 HR 他面試還挺好的，他沒有問這些東西。到第2輪主管面試的時候，他直接上來，第一個看的就是我的岁數，他說啊，你都28、9歲了。我說然後之後他所有跟我的聊天沒有超過5分鐘，因為他一看到他岁數，他就已經把我 pass 掉了。曾幾何時，在中國傳統的社會想象裡，博士是象牙塔頂端的明珠，象徵着知識、地位與體面的工作。然而，現實正在一點點地撕開這層溫情的想象。畢業及失業的寒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，甚至開始衝擊那些站在學歷金字塔頂端的博士畢業生。深圳曾是一座只要敢拼就能改變命運的理想之城，無數年輕人懷揣夢想來到這裡，相信努力終會換來階層躍升。但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這座曾以活力與機會著稱的城市，也難以逃過失業潮的衝擊。我以前一直覺得讀到博士找工作應該不會那麼狼狽，但是就現在的情況來看，以前的期望和現在的這個現實情況，它之間的差距是真的很大的。而且呢，其實大家都以為讀到博士你的就業它是更廣的，其實並不是這樣。這個就業通道反而是更狹窄了。博主坦言，博士畢業生能夠選擇的就業渠道其實非常有限，無非就是高校、科研院所或者各類事業編制崗位。也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去企業工作，他無奈地解釋，以他的專業背景來說，企業根本用不到這麼高的學歷，企業真正需要的是能馬上上手、成本更低的碩士畢業生。我表姐家的兒子本碩博讀了8年土木工程，去年是終於畢業，本來算是全家人的骄傲，結果現在一家人都愁得睡不着覺。孩子從小就爭气，學習從不用大人操心，一路考上同济本碩博，讀的還是学校王牌的土木工程专业，8年寒窗苦读，全家都把他当成骄傲，逢人就夸。表姐和表姐夫都是普通工人，一輩子省吃儉用供孩子讀完8年博士，沒讓孩子在外頭受一點委屈。博主提到，剛畢業那段時間，表姐家的兒子曾連續投了幾十份簡歷，目標大多是專業對口的設計院和建築企業。然而，真正收到的面試通知卻寥寥無幾。後來他們才意識到，這幾年土木工程行業早已不如從前。隨着基建項目的減少，不少設計院和建築企業都在縮減規模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就業崗位少得可憐。
表姐看着兒子四處碰壁，心裡更是難受，常常吃不下飯，睡不好覺，全家人整天唉声嘆氣，心情沉重。因为我沒有結婚，面試失敗了，突然覺得女性失業太可怕了。中午面試過程其實挺順利的，我薪資要求也跟上一家單位一樣就可以了，沒有整薪資多要。只不過當時領導面試的時候，對方就問我多大年齡以及我的婚姻計劃，我就說不結婚，對方也沒有說啥。誰知道今天問 HR 面試結果，告訴我沒有通過。我追問了理由，原因是因為擔心我這個年紀不服從管理。26歲女程序員，工作5年被裁後回深圳找工作，結果卻一個面試都沒有。被裁失業的這段期間，家裡人都勸我不如先安穩下來，早點結婚生娃。但我才26歲，才剛訂完婚，還沒有領證，嚴格意義上來講還是未婚。我實在不甘心，年紀輕輕的就困在家庭瑣事裡，也想在事業上再拼一把。回來第一時間就把簡歷整理好了，先海投了50多份，大小公司都有嘗試。時隔4年又開始重新找工作，心裡既忐忑又有些期待，想今天看看有沒有反饋，試着再繼續投一些。為什麼那麼多本科生、碩士生、博士生都找不到工作，或者說只能去找跟自己學歷和專業並不匹配的工作了？如果說你出生在底層，沒有家庭的托舉，又沒有貴人的相助，又沒有運氣和機遇，那麼想從底層爬上來是很難，頂多奮鬥一生也就是求個生存，這就是現實，很扎心的現實，沒有辦法。現在深圳的真實就業情況，我的真實感受跟以前真的不一樣了。很多公司現在好像都不着急招人，不管你是投大公司也好，還是小公司也好，第一個回復速度都會比較慢一點點。第二個，有一些崗位就很像那個僵屍崗位，就是一直掛在那裡，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要招還是假的要招，就是也沒有什麼消息。然後這些崗位我都是之前刷到過好多次，然後又一直出現在我的那個刷的裡面。而且現在 Boss 上面的崗位更新也太少了吧，很少新公司，很多都是我刷過了之後，然後又感覺又回來重新刷的感覺。如果4年前我碩士畢業繼續讀博的話，現在博士畢業能找到怎樣的工作呢？前幾天舍友聚在一起聊天的時候談到，現在博士畢業生都開始不好找工作了，受經濟大環境的影響，再加上畢業生越來越多，就業競爭壓力變得越來越大。如果不是頂尖高校人才，找工作真的非常困難了。回想起4年前我碩士畢業時找工作的經歷，由於我學的專業比較小眾，想找一個好的工作並沒有那麼容易。大家都以為2026年的深圳遍地是黃金，月入過萬輕輕鬆鬆，但其實你連一份不坑人的正經工作都很難找到。如果你正在考慮2026年來深圳打工，聽我一句勸，先緩一緩，打開招聘軟件，你會看到滿屏月薪8000起，包吃住，月休6天的誘人崗位。但現實呢？等你真正去面試，才發現底薪3500，剩下的全是績效，能不能拿全看運氣。然後整個招聘會呢，招我們這個專業的一共就2家公司，然後有一家是在寧波的，我就去諮詢了一下，然後他跟我說待遇是，剛開始1-2年是5到6萬，然後全包，然後公積金社保全都按那個什麼當地的基準水平，也就是按最低的水平來招，也就相當於你每個月到手最多5000塊錢。博主說他現在特別後悔3年前本科畢業的時候沒有直接出來工作，原本以為繼續深造提升學歷，未來會有更好的發展，可等到碩士畢業後才發現，如今的就業形勢反而比以前更加艱難。他無奈地感嘆，現在自己找工作的處境和當年本科畢業時似乎並沒有太大區別，能夠找到的工作大多還是銷售類崗位，而真正與專業對口的工作幾乎很難找到。現在我們深圳的企業呢，已經出現了大面積的滯留了。剛剛我去給客戶辦理營業執照的路上呢，路過了深圳火車站，很多人拎着包，但是他們壓根都不知道去哪裡。你們知道现在在深圳，很多老板他連自己都養不活了，招人的企業呢幾乎是爆滿的狀態，而且人家也不缺人啊。所以說他們要麼回老家，要麼已經躺平了。就業形勢已經嚴峻到什麼程度了呢？本科畢業在深圳也找不到工作了。這個就是2025年正在深圳發生的荒唐事件了。我告訴你，博士更難。
如果你们不相信，我给你講一個真實的案例。我告訴你，我的發小他就是一個博士，985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博士，頂尖高校。你可能感覺很詫異，985的上海交大博士找不到工作，不可能。我告訴你，是找不到他心中滿意的工作，因為他研究那個細分方向叫海底電纜。家長，你們聽沒聽過海底電纜？這種細分的研究方向，全國只有幾個頂尖的科研院所會招，還得是靠海才有海底電纜業務。基本上你得在江浙滬、在京津冀、在粵港澳大灣區才有科研院所會招你海底電纜業務，對不對？今天聊點扎心的，你以為讀到醫學博士就能走上人生巔峰啦？錯，現實正狠狠的打臉。我們頂尖的醫學人才啊，正在遭遇史上最嚴峻的就業寒冬。第一，三甲醫院的崗位收縮與學歷貶值，廣東頂級三甲招聘直接腰斬。往年啊，8年制的博士至少能進急診等緊缺科室，今年啊，只能去擠社會規培，競爭慘烈到什麼程度啊？濟南的某大三甲面試直接幹到凌晨3點啊！我剛剛參加了一個面試，然後問了一下這個崗位是新增的還是之前的崗位有所調整，然後面試官就說這個崗位一直都有的，只是我們之前是找碩士的，然後現在改成招博士了。聽完的那一刻真的五味雜陳。不是我們不夠優秀，不是我們不夠努力，而是現在就業市場的這個門檻悄悄地往上走。我們一路讀到碩士、博士，以為是優勢，最後才發現這是一個基本的門檻。學歷慢慢的從加分項變成了入場券。很多人找工作不順，就想回學校讀博，殊不知讀博比找工作難多了。第一，考得上嗎？985的博導一年只有1-2個名額，你從準備到考上至少也要2-3年，不是你選學校，是學校選你。第二，能畢業嗎？現在博士都是4年起步，稍微延期就變成5-6年。第三，經濟上撐得住嗎？讀博，尤其是文科博士，每個月補助只有1-2千，僅夠活着。第四，找工作不順是短期壓力，讀博是長期的損耗時間、耗精力、耗情緒，充滿了不確定性。12屆畢業生還沒畢業實習的時候就進了一家電子廠，我也不知道我當時為什麼要進電子廠。進去之後幹了1年半的質檢，內部轉崗幹了2年的資料員，在24年10月份離職了。離職之後就回到了老家，進行了長達幾個月的休息啊。在25年3月份，我準備出去找工作之前，隨手在抖音上發了一條視頻，小爆了一下。我那個時候沒工作閒呢，我就接着拍視頻，拍着拍着，流量還不錯，還有廣告找上門了。博主說，於是他就開始做起自媒體台。結果1年後，他發現收入少得可憐，根本無法維持生活，最後只好放棄。後來他決定去深圳碰碰運氣，想着再去電子廠上班，至少能有一份穩定的收入。可沒想到來深圳已經18天了，卻依然沒有找到工作。他說自己非常焦慮，仿佛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。在深圳，如果實在找不到工作，已經走投無路了怎麼辦？人總要生活下去。過年之前還沒找到合適的工作，現在連生存也難為時，在短時間內也找不到工作。先有個工作再說其他，可以先找一些日結的工作，像上門取件員、分揀員這些工作，等活下去了再去想發展，千萬不要渾渾噩噩的。普通大學生在深圳找工作現狀，今年找工作真的是太難了。今年找工作的現狀就是求職市場競爭愈發激烈，不斷壓低工資。就拿我個人來說吧，我是今年2月份辭職，3月份來到深圳找工作，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，投了300份簡歷，面試的公司已經數不過來了，都是石沉大海，時間久了人都快麻木崩潰了。今年找工作真的是地獄級的難度。深圳到底怎麼了？以前差不多有2000多萬的流動人口，現在怎麼越來越冷清了？現在的深圳早就沒有以前那股熱鬧勁兒了，街邊的店鋪一批接一批的轉讓倒閉，公寓大片大片的空着沒人住，酒店會所冷冷清清的，連 KTV 這種娛樂場所基本上都看不到什麼人影了。以前可不是這樣的呀，龍華的明治、寶安的食鹽，到處都是年輕人扎堆。今年找工作是額外的難找，連銷售崗現在都很難找了。然後我一打開 Boss 直聘，我看到那些常年在招的，好像也招不到什麼人，這就很顛了呀。關鍵是更顛的是，就比如說他們找一個你比如說你要招一個炸薯條的，然後呢你是炸油條的都不可以，並且呢你必須要以前是炸過薯條的才可以。近幾年中國經濟持續走弱，就業市場愈發緊縮，許多年輕人在求職路上屢屢碰壁。
最近，一名求職者僅因為在面試前詢問每月休息幾天，竟然遭到公司 HR 呵斥，最終被取消面試資格，引發輿論譁然。華僑家李穎日前在 X 平台上公布了一段聊天記錄，事件發生在本月8日。這名男子在面試前向公司 HR 詢問崗位的休假情況，沒想到對方突然變臉，直接表示，如果你還要跟我談休息，那明天就不用來面試了。男子解釋說，我只是想提前了解崗位信息，現在不問，明天面試時不還是要問嗎？然而 HR 態度強硬，說先讓自己值錢，再談賺錢。如果你總是關注薪資和休息，那明天就別來了。隨後 HR 以人員不合適為由取消了面試，讓這名求職者十分錯愕。不少網友憤怒地表示，現在很多公司把員工當牛馬當韭菜，就業環境這麼差，企業覺得給你個面試機會就是恩賜，你還敢問休息？休假本來就是工作待遇的一部分，為什麼連問都成了罪？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，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